3月7号，当接受访问的时候被问到为什么收了3年才出来，他说一开始他是希望警方可以叫他们去协助调查，因为他相信他们有很多资料是警方可以用来协助调查的。但是警方并不需要那些资料，直到现在 DSI 出现，他就把一开始都想要给的资料都交给了 DSI。问他为什么静下来，因为他觉得第一，案件已经进入法院判决阶段，他也没有职责，只能等看是否有人会让他们提供资料，或者调查是否已经达到需要额外资料的阶段。他也准备好会提供资料，可是并没有任何进展。第二，也是会害怕，因为他有家人，还有周围亲近的人，所以他不想要有敌人。另外，他说还有被人威胁，有些是打电话，有些是传送简讯，内容大概是叫他不要插手这件事情，要说到 Dangmo 的事情，可是他不知道传送简讯的人是谁。他也说有人把刀寄去他家，可是是以 order 的方式寄送去他家的。他有尝试联络店家询问，但是店家并没有告诉他是谁寄送的。被问到他3岁的孩子看见一个女生的事情， Dang 说他也不能证实这件事情，因为他本身看不到。当时是凌晨4点，通常他的孩子醒了不会去哪里，只会坐在床上，然后让他去泡牛奶这样的。但是那天不懂是他孩子发噩梦，还是听到外面有声音，醒来之后呢，就去开房门。那时候外面就是没有开灯，漆黑的状态，可是有一些微光。Dan 看到孩子看着外面静静站着， Dan 就问：“你在那里站着做什么啊？回来床上，爸爸去弄牛奶给你。”那时候他的孩子就转身指向外面说：“爸爸，有人在那里哭泣。” Dan 吓了一跳，直接去把门关上，然后抱孩子回床上，问他是不是发噩梦。隔天，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他老婆，他们就去问了孩子是男生还是女生，孩子就说是女生。他说其实他不希望那个女生是 Dangmo， 因为他想要她快乐。每当 Dang 有什么想法，他就尽量不要往负面的方向去想。就像之前一开始的时候说他意外掉进河，他都相信是意外，因为他不希望 Dangmo 被伤害，或者是有人在陆地上对他做些什么事情。被问到如果真的是 Dangmo， 为什么3年后还在哭泣？是因为还没有得到公道吗？ Dan 只是点点头，然后想了想说 Dangmo 不会对别人怀恨在心，即使是别人伤害他，或者是发生一些事情让他觉得不公平，他都不会怀恨在心，因为这是他的性格。他只会怪自己，或者命运，或者运气差更多一点。这性格就是当他还在试的时候，造成他忧郁的其中一个原因。如果他真的哭泣或者伤心， Dan 认为还是会跟之前一样，怪自己的命运这样子而已。还有一件事情，他说，当有人问他卡牌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只是根据卡牌来解答。某一天上节目的时候，有人问事情是在水里还是陆地上发生的，他就开了2张牌，而卡牌显示是在陆地上。可是如果问他怎么样发生，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因为卡牌没有办法解答这些。3月10号，Bim 到了 DSI 协助调查。访问中他提到，当时他跟 Gatik 还有 BoDK 在谈话。Gatik 告诉他们 Paul 说要来这里 review 船，可是没有看到任何摄影师，所以他也不是很明白。关于这一点 Bim 并没有多问，他只是觉得也许是他们自己用手机拍，然后 post 而已。就像有时候明星 post 照片的时候会说我想去这个 boat trip， 类似这样的，所以有可能他自己用手机拍摄，然后自己做 content 吧。这些他说他都不是很清楚，但是 Gatik 确实是说是来 review 船的。被问到希望 Gatik 出来说些什么吗？ Bim 表示他完全没有出来过吗？他说如果有人假设一些事情是错的，是对的，或者是真实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自证清白。如果是他没有做的事情，他不会接受。如果大众硬要讲说是他做的，他会用各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真的没有做这件事情。要他发誓也可以，或者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他对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很积极。另一方面，记得说有些前侧 dashcam 的影片已经被公开了， BoDK 有看过吗？他表示他没有看过，但是没关系，有什么的话就公开而已，说的大家的疑虑都可以被解开。被问到他和 Gatik 对话内容是什么，他表示只是说了一些跟掉下河无关的事情，大概是他的感受以及接下来会怎么样，就像那些被惊吓过度的人会胡思乱想而已。至于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他表示在更早之前就已经问了，在车上的时候就没有再谈到了。被问到有没有想过这是意外，
他表示关于个人观点，请允许他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认识各方的人。Gatik 和 Tengmo 都是他的妹妹，所以他不能相信所有人，也不能不相信谁。但是后面呢，他还是补了一句，据他所感受到的，他觉得是意外，因为当时在那里看起来并没有像其他人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动机或者谋杀。关于 Gatik 说今天来做 review，BODK 表示 Gatik 并没有用 review 这个词，可能不是别人聘请的工作，他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就是类似我朋友开了一家餐厅，要求我去他的餐厅吃个东西，然后拍照片打卡可以吗？就类似这样子的。被问到3年前说 Gatik 扭曲事实，还是不是这样认为？BODK 表示他必须说当时就是有一些去餐厅讨论准备这样子的，他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准备什么，事实是什么就说什么而已。到最后如果说真相，真相就会保护我们，而他也相信现在 Gatik 已经把所有的事实都说出来了。关于 Tengmo 和 Gatik 的合照，他认为是不是被剪辑过的？他表示他不清楚，对他而言可能也来不及，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得太快了，也不懂是因为什么原因，但是可以很明确的看到3年前和现在的他，那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另一方面，关于 Dashcam 到底有没有声音，是不是只能录到影片而已 ，Professor Bante 也给出了解答。他说从来没有人分析过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相信这个 Dashcam 只有影片没有声音。他们调查过后发现 Dashcam 的 model 是 T666G， 而里面确实是有录音的功能。而这个呢，也将会是其中一个证据，可以让他们知道 Gatik 还有 BODK 当时的对话内容。Professor Bante 说3年前 BODK 说 Gatik 扭曲一些事情，那时候 BODK 是 Tengmo 其中一个最敢出来发声的朋友。3年后的今天，他说他相信 Gatik 已经把事实都说出来了。他想问 BODK，Gatik 声称 Tengmo 在餐厅的时候没有去上厕所，只是一个人坐着玩电话。但是餐厅的工作人员不是这么说的，所以想知道 BODK 从哪里得到消息，让他相信没有扭曲事实。另一件事情，关于 BODK 说没有动机 ，Professor Bante 表示，也是有可能一些在明星圈子里面的人没有跟新闻或者没有看到他们的节目的。他说，当大家在判断这是意外还是谋杀的时候，不是只看动机而已，是要先看伤口是不是有溺水的痕迹或者不寻常的伤口。他说有可能 BODK 没有追踪这个新闻，只是根据当天他所看到的样子来判断有没有动机而已，而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他就让大家自己思考一下 BODK 3年前和现在的态度是否有不一样。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很常听到有人说我们不能说什么，因为我们害怕会被法院告我们藐视法庭。他需要让大家知道，藐视法庭必须涉及案件的一方。第二，我们说的话会影响案件的改变。第三，案件还没有到最终审判，但是现阶段所有人都已经提供证词了，也没有禁止大家不可以把事实告诉媒体。是什么样的真相，你有权利去说，因为真相就是真相。而 Professor Dong 也是其中一个证人，他也是一直出现在媒体面前，因为那个是他身为专家的职责。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的，因为法院并没有施加压力。而且大家也不是听了法院里的秘密，然后公开给大众知道。另外一件事情，有个影片里面Kun Sompong 声称 Tengmo 想上他的船 ，Professor Bante 表示他们没有办法跟 Tengmo 沟通。但是假设这个是真的，那为什么 Tengmo 想要见Kun Sompong？ 他也放了6个人的照片，问大家：如果你掉进河，你会想要找谁？再回到 BODK， 他录完口供过后，又再一次接受访问。可是有很多问题，或者是说跟个人观点有关的，要么就是不知道、不记得，他就选择不回答。有时候不知道他是不敢回答，还是不能回答，或者是不会回答，他的律师就会帮他避开问题，然后很统一的回复就是今天 BODK 只是来确认之前的 statement， 有些问题没有办法回答，会妨碍 DSI 调查。途中律师也有好几次要把他拉走。关于上个访问 ，BODK 表示他认为是意外。这个访问出去过后，很多人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面发布了他说过的话，非常多人的评论都是说为什么相信是意外，他到底有没有看过伤口的照片等等等。所以记者又问了一次这个问题，可是问题还没有问完，他就被打断了。BODK 说不是，他没有说他相信是意外，他说他那时候一开始相信是意外，但是随着事情的进展，一定有一些东西可以证明发生了什么，像 GPS 可以知道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全部的事情都有一个源头，如果你能解答所有的事情，事情就结束了。如果你说不出来，那就要看接下来会怎么样。被问到有没有任何的疑虑想要提问的，老师说他有很多疑虑，他也相信大家都有疑虑，所以他也不例外。其中一个他问 DSI 的问题是 Tengmo 是不是真的掉进河里。关于 BoDK 以往的一个 statement， 在传为小编这件事情，不要这样子告诉大家，因为会损害 Tengmo 的形象。对于 BoDK 来说，他相信吗？ BoDK 表示，就像 Bim 说的那样，他会这样说是因为 Tengmo 是女生，他觉得不应该说 Tengmo 在传为小编，这只是他的个人意见。可是如果有人要这么说，他也不能怎样，只是对他而言，他不同意也不喜欢。另一方面 ，CSILA 的 page 写了一条评论，为什么 Anna 要撒谎关于 Tengmo 的时间表，说她2月24号才从 Phuket 回来。Bert 已经证实了 Tengmo 2月19号就已经回来了，也就是发生意外的前5天。Anna 是为了谁，还有为什么要隐瞒她的时间表？关于这件事情 ，Dr. Dawachai 说 ，Anna 说 Tengmo 是24号回来的，之后也有持续的讨论这件事情，可是他并没有出面改正这件事情，所以大家都认为 Tengmo 是24号才回来的，所以他们不会特别注意21、22、23是有什么事情嘛。也有几个人发简讯给他，跟他讲，我在这个酒店见到 Tengmo， 在这里见到，在那里见到。他们的团队就拒绝了这件事情，因为想着23、24号他都还在 Phuket。Bang Jack 也读不懂泰语，有时候他只是看照片，所以他也不懂，他可能只明白这照片是在 Phuket 拍的。Tengmo 的 IG 也是在讲关于 Phuket 的事情，没有说到 Bangkok， 所以那个时候任何人看到都会觉得很困惑，不是在船上吗？怎么突然又在 Phuket？ 所以他们才会拒绝21、22、23号的所有资料。同时他也跟那些说看到 Tengmo 的人表示抱歉，因为有时候问他们有证据吗？他们说没有，只是亲眼见到而已。他说如果最亲近的人没有提供正确的资料，警方也没有提供正确的资料，他们人民自己去到处找，然后错了就会被诋毁。另外他说非常感激 Hippo， 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媒体面前，从头到尾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但是 Anna 就不一样，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3月12还有13号，当时负责案件的其中2个警员并没有按照 DSI 的预约时间出现。这2个人呢，分别是警察中尉 Vichai 还有 Vitit。Vichai 给出的原因是因为有公务要处理，所以不能赴约，而 Vitit 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补充一下 ，Vitit 是负责 Tengmo 案件调查的其中一个调查人员。而 Kun Ajaria 说，这个人在案发过后一直都有跟 Sam 联络。同一时间，记者问了 Bang Jack Dashcam 里面是否有声音，还是说只有影片而已。Bang Jack 没有给出很确定的答案，只是说3年前 Nonthaburi 的警察局局长当时告诉 Lawyer Krishna， 影片他们看过了，只有画面没有声音。而 Lawyer Desha 却在另一个访问中说，他听了，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只是普通的对话。补充一点，当时是 Lawyer Krishna 把 Dashcam 交给警方的，可是在那之前呢，不知道他是自己把影片 copy 了1份，还是把 Dashcam 拿回来过后才把影片 recover 回来的。不管是哪一种，反正最后他是把影片交给了 Dr. Dawachai。关于 Puder，Bang Jack 说他没有跟他讲太多，因为他没有什么资料可以给他们。那天的访问，他已经知道 Puder 在讲他，可是 Bang Jack 并没有很常联系 Puder， 也从来没有发送任何资料或者 Tengmo 的照片给他，即使是 Mo、Amina、Bert、Hippo， 他都没有发给他们。某一次跟 Bert 聊天的时候，问 Bert， 你知道有这样的影片吗？ Bert 让 Bang Jack 发给他看， Bang Jack 也没有发给他。而 Puder 是谁？为什么要发给他看呢？他也不是他很亲近的朋友。被问到 Puder 说他不会跟某些人合作，因为那个人会发不恰当的照片给他，所以 Bang Jack 知道他是在说他，对吧？ Bang Jack 说对的，他可能想要让其他人攻击回他。而当天 Bang Jack 也跟 Puder 说，不需要绕来绕去，你可以直接说我的名字，然后开我们之间的对话给媒体们看，看我什么时候发过照片给你，最后一天的对话是几时，不要说我们很常聊天，我们没有很常聊天。另外一点 Bang Jack 非常困惑的是，他到底做了什么工作能赚这么多钱？他真的希望有人能代替他去检查每个人的财务状况，为什么这些人最近都非比寻常的富有？另外一方面 ，Desha 在 Facebook 发布了一个 status， 写着
第一区警局已经叙述了 DSI 在 Tengmo 案件中不再拥有发出传票的权限。Tengmo 案件还没有被接受成为特殊案件，所以没有权利发出传票。必须明白这一点。关于调查，他们必须出去寻找事实的真相，而不是坐在这里发出传票给别人，叫他们来见面。他相信接下来不久过后就会有 Section 157条文的诉讼，因为不当履行职责而被起诉。如果 DSI 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警方有做错事，他们就要接受为特殊案件，并且向警方发出传票或者逮捕令，而不是用接受调查的方式作为调查。意思就是说，如果有证据，就不用开设一个调查小组，可以直接接受案件为特殊案件来进行调查。另外呢，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访问，卡迪说就看你们相信什么，所以你们去骂吧。船上的人也需要照顾他们的人生，或者是自己的孩子什么的，不是吗？事情都已经发生了，现在每天还是有人说为什么不说实话 ？Tengmo 对你那么好。他说他已经很爱朋友了，朋友也很爱他，他们在一起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有什么事情，他会选择站在朋友那边。他说最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不理解他们的朋友，他问为什么你选择站在另一个 side 而不是站在 Tengmo 这一 side。 Katik 就回答他有什么 side， when 当时的情况就只有一个单独的事情发生，没有人有意图打算做什么让事情发生，那只是一场意外，所以他不是很理解媒体。当他看新闻的时候，事情就这样子一直持续下去，他们就安静下来，他们越安静，别人就越相信是那样。当他们解释的时候，就不听他们的。那么如果都不听了，那就不要再说了。他说做这解释自己的事情是很累的，真的。任何人来提问，只要一解释有说到一些矛盾的字，他们就不相信。那为什么要问呢？而当下呢，有个人不知道是主持人还是谁，当他问问题的时候，卡蒂就打断他讲，不要再问了，反正你都还是会说我们撒谎的，那就 up to 你们，也让法院自己决定这是什么。但是这就是意外。没有任何人特地打算要做什么，没有谋杀，100%没有，要诅咒多300年也还是没有，再问多300年，答案也依然还是没有。我现在看着这个镜头说，没有秘密了，全部事情都说出来了。这个是Mo Aminah在3月12号的时候 post 的一张照片，你们可以看到他 Hippo 还有 Buddha， 应该是送 Mac 一束花篮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有跟 Mac 一起合照。Caption 是写着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一个原因，谁做什么就会得到那种结果，让时间证明一切。好的结果总会随着善意而来，因果也会随着恶意而来。行动胜过于言语，做好事总有一天别人会看见，并且明白所有事情的结果。不要单方面听取别人的意见，不要因为不认识我们的人所说的话而随便评论。